日前，英国政府声称逮捕了来自香港的特工，指控他们是间谍，中方多部门予以驳斥。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会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时强调，英方编造所谓案件，污蔑香港特区政府，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当场驳回英方辩解，警告英方停止政治操弄，不要在破坏中英关系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据大使馆官网发布的消息，5月14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会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方无理指责香港特区政府等错误行径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当场驳回英方辩解，警告英方停止政治操弄，不要在破坏中英关系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郑泽光指出，5月13号，英方编造所谓案件，污蔑香港特区政府。一个时期以来，英方对中方的一系列指责，包括所谓中国间谍案、中国网络攻击事件等，均属无中生有、恶意诋毁。英方还打着司法和国家安全旗号，任意对在英中国公民进行骚扰、逮捕和拘留。英方做法是对中方的严重挑衅，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违背，完全不可接受。郑泽光强调，香港早已回归中国，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英方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横加干涉。中国政府打击反中乱港分子、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决心坚定不移，英方庇护被通缉的违法犯罪分子是对法治的亵渎，没有任何出路。郑泽光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谎言，停止反华政治挑衅，停止针对在英中国公民的任意执法，确保所有在英中国机构及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中方正告英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英方不要在破坏中英关系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回应了此事。中方对有关中国公民被逮捕并起诉事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英方切实保障在英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段时期以来，英方不停炒作所谓中国间谍案、中国网络攻击事件等，这一系列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诋毁，不可接受。对这种打着司法和国家安全的旗号搞政治操弄的卑劣行径，中方坚决反对。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消息，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宣布，依据英国2023年国安法下的协助外国情报机关与境外干预罪起诉3名男子。周一，案件在威斯敏斯特裁判司署提堂，3人无需答辩，法官批准各被告人有条件保释候审。5月24号，转到英格兰中央刑事法院再次提堂。多家香港媒体在报道中指出，3人中的1人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一名职员英文译名相同。同日，就英国警方以3人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为名进行起诉。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已要求英国政府提供声称事件的相关资料详情，正等待回复。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职责是与当地政府、商界、智库及不同界别的人士保持紧密联系，从而加强香港与当地在不同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艺术和文化等的交流，并且提高当地人士及企业对香港独特优势的认识，促进香港的经贸利益。特区政府已严正要求英方公正处理事件，切实保障声称涉事的经贸办行政经理的合法权益，并必须确保经贸办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指出，目前案件刚刚提审，官方未公布太多细节，暂时难以就此做出评论。但事件反映世界已经进入新冷战阶段，提防心态严重。他认为，由于该案涉及一名香港特区政府驻英国办事处的职员，若英国法庭最终将3人定罪，有可能引起中英外交风波，不排除北京会推出一些反制措施。深圳卫视就此事电话采访香港大律师、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他表示，现在英国等媒体对这起案件的炒作成分较多，曝光了照片等不宜曝光的内容，十分不妥。英國係出名嘅一個法治國家，咁佢哋對呢3位被告呢，都應該給予一個公平嘅審訊機會。就唔好咧喺網絡上好似而家咁咧就大肆宣傳，將佢
嗰啲照片呢貼晒上網，將啲報告周圍傳，等人哋呢去公審呢3個被告，咁樣呢就違反咗呢個無罪推定嘅一個原則。呢個無罪推定嘅原則亦都係聯合國同埋歐洲人權公約裏邊嘅呢一個對人權嘅保障。马恩国表示，英國素來打造法治環境，只要英國法官在審理過程中堅持無罪推定等原則，相信真相一定會大白於天下。將呢啲警察嘅內部對事件嘅描述同埋撮要呢，公開嚟俾公眾知道呢，公眾喺公審上已經定咗佢罪啦。將來就算係法官去處理呢單案嘅時候，法官睇過呢啲資料，即係法官自己嘅本身嘅呢一個意識形態或者佢嘅自己意識佢嘅認知都俾呢啲資料所污染咗。咁嘅情況之下，就算被告佢哋有解釋有答辯，法官都未必能夠公平公正咁樣處理呢個被告嘅案件。咁所以喺咁嘅行為上係對呢3位被告係十分之不公平，係對呢3位被告嘅一個無罪推定嘅原則嘅一個破壞，同埋係對呢個3位被告嘅人權嘅保障係一種剝奪。馬恩國建議，由於大肆炒作，3名被告已經無法得到公平審訊，3名被告的辯護律師可以以此為理據，向當地法院申請永久終止聆訊，進而終止檢控。去年12月，黎智英涉香港國安法案開審時，英國、美國對該案和香港國安法說三道四，近期又多次攻擊23條立法等與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的香港立法和司法實踐。馬恩國認為，英國這次引用國安法審理案件，不僅證明英國也有國安法，更證明香港國安系列法律落地的必要性、合理性。咁你話係唔係雙重標準呢？當然係啦。佢自己2023年立法，而家又嚟攻擊我哋2024年嘅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咁當然係雙重標準啦。大家基本上好多呢啲罪行嘅種類呢，都係重複嘅，或者係都係相似嘅。我哋2024年立法嘅時候，點解英國要攻擊我哋啫？係因為佢唔想我哋嘅國家安全受到保障啊嘛。佢想佢哋嘅喺香港嘅間諜唔會被拘捕啊嘛。咁呢個當然係佢哋嘅如意算盤啦，咁所以當然係雙重標準咯。深圳衛視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英方熱衷炒作所謂中國間諜，為兩國正常交流交往製造寒蟬效應。上月下旬，英國警方對2名英國男子因涉嫌向中國提供可能對英國有害的信息提出指控。路透社報道稱，2名英國男子分別來自倫敦和牛津郡，其中1人曾是英國安全事務國務大臣圖根哈特創立的中國研究小組的總監。去年9月被捕後，他的律師曾發表聲明否認間諜指控。匪夷所思的是，據英媒報道，英國警方逮捕2人考慮的因素之一，是因為2人都曾經在中國杭州市的一家中學當過外教。4月22號，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對於英國警方的舉動予以駁斥，敦促英方停止反華政治操弄，停止這種自導自演的政治鬧劇。值得玩味的是，美國《紐約時報》在報道英國抓間諜事件時指出一個背景，那就是預計今年下半年英國將舉行大選。該報表示，英國首相蘇納克在周一的一場演講中指責中國，講話充滿了政治色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突出的現象，它多數情況下是跟他們的美國同行們同頻共振的。也就是說，最近如果美國同行們在談網絡威脅，多半這個時候英國也會在中國網絡威脅上發生。那麼間諜風險甚至制裁等一些事情都非常的步調一致。一個底層邏輯就是說，他要強調他們對華的這個步調是一致的，但是事實上更多的情況下，人們可以理解為是英國去追隨美國。